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与凤航今晚开播，超800万人预约，赵丽颖能救古偶剧，真正的大女主剧终于来了。赵丽颖，自古以来，男人都是各种故事的中心，古有《史记》列传《三国演义》，可谓是一部部大男主群像，今有一部部大男主经典影视剧《雍正王朝》《康熙王朝》，更把男性的雄才大略描绘得淋漓尽致。今年的开年爆款《繁花》也是标准的大男主剧。相反，女性在影视剧在中总是成点缀，哪怕有大女主剧，也多是《甄嬛传》这样的宫斗剧，女性上位还是围绕男人。近年真正称得上让人印象深刻的大女主剧寥寥无几，《楚乔传》算一部，可惜第一部大结局留下伏笔，宇文玥都在湖里躺了7年了，终究没让观众等到真正的结局。到底国剧中还出不出得来真大女主剧，还得看赵丽颖。今晚湖南卫视和鹅厂推出的新剧《与凤航》终于又为大女主剧拉起了场面，一个已经在国剧中基本糊掉的类型——奇幻古偶，一个听起来耳熟能详的故事——3届女战神佩仙君下凡刷副本，凭什么在平台的预约量已经突破了800万人次，人气遥遥领先，堪称万众期待？一个原因，《楚乔传》CP 中剧；另一个更关键的原因，赵丽颖不仅是主演，更是监制。但哪怕现在激动的欢呼再多，我也要顶锅说一句，不是赵丽颖需要奇幻古偶剧，而是她的出现给古偶剧回了一波血。但要说明的是，奇幻古偶实则已经失去了造血能力，甚至已经处于命悬一线。如果连赵丽颖都救不了，就说明真的凉了。就像有业界人士评价的那样，无论剧里剧外，赵丽颖都成了那个救世式的大女主。看点1：赵丽颖回归古偶，星月 CP 中剧。在内娱中可以完成从古偶到正剧完美转型的这届女演员中，应该只有一位，赵丽颖。2015年时候，赵丽颖出演《花千骨》人气飞升，到2017年《楚乔传》令她站上了85花人气之巅。但正是从这里开始，赵丽颖开启转型。在行业气候并不景气的近几年，她接连破局。2018年《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是第一部，依然是部大女主之作，但已经跳出古偶的泥沼，正午阳光的制造更是让剧集充满了正剧气息。他又乘胜追击，接演了迷雾剧场的悬疑犯罪剧《谁是凶手》。郑晓龙导演的《幸福到万家》，他扮演一位带领家乡致富的农村妇女，转型成功迈出关键一步。年代商战剧《风吹半夏》开分8.4，赵丽颖扮演女企业家再获成功，转型越走越稳。而今年春节档的第20条，赵丽颖将聋哑母亲形象刻画得令人泪目，更是让人刮目相看。可以说，赵丽颖的正剧之路已经彻底走通，只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内娱无人可以阻挡她的脚步。回看这几年赵丽颖的转型之路，嗅觉敏锐，规划性强，而且成功率高。古偶示威，她先投身古装正剧，再乘上主旋律正剧的东风，又饰演振兴家乡的农村妇女，又饰演逆风飞扬的女钢铁企业家。相比其他85花，赵丽颖演技观众缘其实并无先天优势，但她身上有一股强大的韧性，说转型就转型，演一部成一部，演技也不断精进，所以她能最快走出舒适圈。但没人能想到，已经走出古偶泥潭的赵丽颖会回头拯救已经岌岌可危的古偶。当然有人会说，刘诗诗的《一念关山》不是播得不错，对，但《一念关山》是公路武侠，不是奇幻。唐嫣翻身的《繁花》更是年代商战剧，
而近几年的奇幻古偶有成功的吗？我印象中只有《长相思》，故事主打一个雄竞，总算有创新。但奇幻古偶类型早已像干涸的水井，那么雨凤行能再造水源吗？预告片中的赵丽颖一身正气，敢爱敢恨，奔放洒脱，比起当年的古偶，她的美中多了一分刚，多了一分傲骨。毕竟今日的赵丽颖已从青涩的古偶甜妹蜕变成一个坚韧有担当的大女主，她来饰演剧中的清醒独立女战神沈黎一角，不做第二人选。而整个故事也好像部女性崛起史。仔细看今日的赵丽颖，这个故事像是为她量身定制。因此，我想最打动赵丽颖的还是这灵界壁苍王沈黎的内心。他们之间似乎产生了某种共鸣，于是这披荆斩棘又逃婚落魄的沈黎与宇文玥的隔世重聚才有了看头。看点2，导演邓柯加编剧九路飞香，打造一部大女主奇幻古偶剧。但要讲好这个故事，必须是高手。先说导演，2021年邓柯执导的《赘婿》捧红了刚刚在庆余年演配角冒头，并不被业界看好能扛起男主的郭麒麟。邓柯何许人也？拍过侦探外星女生柴小七、旗袍美探等，加上《赘婿》，已成业界热门导演。接下来的折腰大凤、打更人等都是出自他之手。拍得了民国探案喜剧、奇幻剧、男人戏，也能拍得了古装喜剧。他来拍雨凤行，必然带入自己的古装喜剧经验，这也是为什么几版预告爱情喜剧元素无处不在。再看编剧九路飞香，剧集改编自他的小说《本王在子》，而他亲自担任编剧，也保证了原汁原味。这几年根据他小说改编的奇幻古偶有《招摇苍兰诀》，还有他编剧的《护心》，都播得不错，完全可以说他参与的奇幻古偶胜率不低。而这次雨凤行的故事也充满了他过往作品《苍兰诀》《护心》的风格，还是人仙灵三界，讲的是灵界壁苍王沈黎赵丽颖是为掌握自己的命运，在逃婚过程中意外遇到在人间游历的神君航云灵更新世的故事。上古神陨，世间之圣最后一位神君航云，一次仙魔大战，他以一己之力横扫三界，此后便销声匿迹，神踪难觅。闲了数万年，实在太无聊，突然想到去喝碗孟婆汤下凡渡劫。另一边，归属灵界咸猪而生的壁苍王沈黎，原身是一只凤凰，在他1000岁这年，仙界灵界政治联姻，要把沈黎许配给仙界帝君的第33个孙子，花心且草包的芙蓉君。靠着一杆枪战平四海八荒的女王爷，为了逃婚大战一场，结果身受重伤坠入凡间，不光被打回原形，还被小贩当成一只肥鸡，扒光她的羽毛拿到集市上卖。变成凤凰的她无计可施，好在航云路过，慧眼识凤凰买下了她。朝夕相处间，俩人渐生情愫。然而魔君在临，强拆姻缘，而一场新的灭世大战也已经近在眼前。故事熟口熟面，仙魔两界刷副本，谈不上太多新意。在我看，真正的故事看点有2：一是星月重聚，从预告看，两人的三界喜乐故事也将是整部剧的最大看点；二是赵丽颖饰演的沈黎，《苍兰诀护心》中，九路飞香就擅长丰富女性独有的性格魅力，细腻与大胆，明媚与要强，脆弱与坚韧。作为一部大女主剧，很容易用力过猛，引起反感；作为一部奇幻古偶，又很容易陷入套路。因此，如何走出套路，恰如其分，就很重要了。恰好，擅长赘叙事搞笑，也不缺乏外星女生柴小七、旗袍美探这类大女主剧经验的邓柯导演，正适合以嬉笑怒骂的方法，将女性的细腻和层次感娓娓道来。
再辅之以活色生香的三界故事，以及逗趣好笑的男女主相处，奇幻古偶剧与大女主就实现了完美结合，接地气而不悬浮，紧凑但不狗血，赏心又悦目。看点3：众多实力派老戏骨加盟与凤航，红花还需绿叶配，有了赵丽颖这个大女主，我们看看与凤航的演员还有谁？1. 林更新，《楚乔传》中的宇文玥变成了本剧的神君航云，这个选角妙就妙在对于林更新毫无突破性，甚至会让许多观众直接联想起宇文玥。表面波澜不惊，温润慵懒，好像对一切事情都不在乎，实则全部尽在掌握，又带着几分腹黑幽默。但正因为毫无突破，令这个角色适配度太高。预告的林更新完全是搞笑担当，哪怕一身白衣，仙气十足，也挡不住浑然天成的喜感。也只有这样的人物，才能融化女战神儿冰冷的内心，让她懂得凡间的意义。从各种意义上与凤航都像是《楚乔传》的精神续篇。从这个意义上说，林更新演男主就是最佳选角。他跟赵丽颖这回的化学反应，也是比剧情本身更重要的爆款密码。接下来是几位实力派。2. 邱心志。说起邱心志这个名字，或许很多观众都不熟，但很多人应该看过他的《日落紫禁城》和武侠剧《雪中悍刀行》中，邱心志扮演的李淳罡也堪称精彩，把这个剧迷心中非谢君豪莫属的角色演出了自己的神髓，完美还原了原著中的角色形象。他演六名，我放心。3. 黄澄澄，又一个不太熟的名字，但角色你应该熟。新世界中，他是豪横的小耳朵，功夫不低，讲义气也等于够霸道。全剧我最爱看他跟孙红雷的对手戏。风吹半夏中，他扮演陈宇宙，许半夏的小跟班，也是全剧最深刻的角色之一。侦察英雄中，黄澄澄扮演齐路，又凭借扎实的演技、细腻的表演，成为全剧观众最喜爱的角色。他的表演始终是值得期待的。4. 刘关霖，很多观众至今以为这就是个喜剧演员，怪就怪他在《卿卿日常》中给观众的印象太深了，风头几乎盖过主角。直到《警察荣誉他是谁》南来北往中，他不断挑战各种角色，才逐渐让观众看到他的正剧演技。本剧他饰演的天君，一看就是个喜剧角色，他演我不怕他演不好，就怕太抢戏。5. 李姐，老一辈观众看过他的《笑傲江湖》中的林平之，新一届观众也该看过《雪中悍刀行》中他演的轩辕敬城。整部剧出场不过1集半的戏份，却如昙花一现，刹那芳华，惊艳了所有观众。李姐的演技无需怀疑，就看这次她演的景熙爹能否发光。最后是3位美女配角。6. 曾黎，中戏公认的大青衣，人到中年，反倒日益绽放光彩。星汉灿烂中的女将军，樊城之下的女老板，或风情万种，或英姿飒爽。到了这次，她饰演的沈沐月也是女战神，一身黑衣又美又飒，她来演，我才信灵界有人压得住赵丽颖演的女主。7. 董洁，当年的冷清秋，这几年演技逐渐发光，薄冰、不完美受害人中她的表现都很出彩。这次她饰演的芸娘，是开场的关键线索人物，正是她的经历引出了男女主的奇遇。剧中的她简约的低头晚发，素色衣衫依旧温婉动人，古装美人她依然驾驭。8. 宣璐，宣璐演的刘宇，剧中是女主妈。这些年她在《且试天下》等多部大剧中饰演飒爽女角，始终出彩。这种帅气古装美人能生出沈黎这样的女儿，观众才会信。除此之外，还有李佳琦的幽兰、何宇的芙蓉君、徐海乔的凤来、王一瑶的金娘子等角色都很有看头，
这部大剧群戏应该不弱。看点4，赵丽颖还能救奇幻古偶吗？对赵丽颖来说，观众缘以及她引发的话题效应是大家点进这部奇幻古偶最大的理由。也可以说，赵丽颖和她的雨凤行就是奇幻古偶最后的救命稻草。但她能像剧中的女战神一样拯救3界吗？如果说奇幻古偶这个类型诞生之初，创作者们多少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中摸到了仙剑花千骨，那现在虽然创作者们已经摸透了观众的爽点，但这个类型还是变得死气沉沉，毫无惊喜。古偶市场已经从当年的国剧突破的惊喜牌，变成了处处求全的安全牌。故事流水线化，人设流水线化，三生三世是个框，什么都能往里装。观众早已看腻，一张张演员的脸就成了仅剩下的牌面。最近2年，杨紫的《长相思》是唯一成为爆款的奇幻古偶，选角成功是最大关键。那么这一次，赵丽颖能够再次担其救主，拯救奇幻古偶这个已经失去生命力、无法再延展生长的剧种吗？悬念待解。可以肯定的是，无论这局成败，赵丽颖的事业还会往上走。但古偶这条路却难以通向花千骨一样的飞升。如果今晚雨凤行成了，最多是为奇幻古偶赢得又一次喘息的机会。但如果输了呢？赵丽颖还是赵丽颖，而奇幻古偶却可能像原著大结局的行止一样，神魂消散于天地间，仅留下一副躯壳。能否凤凰涅槃，就看今晚。